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猫砂盆的一些知识。如果你的猫咪最近有在猫砂盆以外的地方上厕所，就是我们平时称为乱尿尿的这个情况，然后你也已经排除了它们身体有可能出现状况的这一个问题，那你可以看看我以下会提到的这几点到底有没有做到。第一个就是家里的猫咪到底需要多少个猫砂盆。基本的 rule of thumb 就是家里的猫砂盆的数量需要是猫咪的数量加1。这个 formula 其实是一个你可以给猫咪最好的安排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你的家里的空间非常的有限，然后你达不到这一个猫咪数量加1的这个数量的话呢，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你必须要保持你所给予的猫砂盆是保持到非常的干净的，就是可能比起如果你有准备足够的猫砂盆数量，你可以每一天铲一次。如果你准备的猫砂盆数量比较少的话呢，那可能你一天要铲至少2到3次来维持那个猫砂盆的干净程度。那关于猫砂盆需要放置在哪一个位置是最好的呢？最主要是猫咪使用上来觉得方便而且舒服的一个地点。意思说，那个你选择要放猫砂盆的地点呢，最好不要猫咪需要排山倒海才可以走到去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太嘈杂的一个地点，就像是可能在洗衣机旁边啊，可能有时候洗衣机在运作的时候，然后它刚刚好要去上厕所，然后它就会不想去了，因为可能它害怕这个声音太吵还是什么。家里有2层楼，像我们这样子，我们会在楼上楼下都各自有放猫砂盆，就有时候他们如果在楼上 hang out 的话，他们就不需要走到去这么远去上厕所，方便他们的，就可以减少他们意外在猫砂盆以外的地方尿尿的这个几率。另外一个点就是打个比方，现在有3只猫，按 rule of thumb 你需要准备的猫砂盆是4个来讲的话，你其实需要把这4个猫砂盆都分别放在家里的不同的角落，就是这4个猫砂盆都需要 spread out 出来，而不是把它只是放在2个不同的地点，然后2个并排在一起，在同一个地点的话，猫咪其实只会觉得它在这个家只有2个地方可以上厕所。如果你可以把这4个猫砂盆都 spread out 在家里不同的地点的话，它们去上厕所的时候就不需要一定要去经过可能某一只猫咪的地盘。而且如果你猫咪有可能不合的情况啊，那你的猫砂盆可能更加要准备多一点在不同的角落，这样子在某一个猫咪去上厕所的时候，它不用害怕说另外一个猫咪会突然间来攻击它还是什么。因为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猫咪它们都会各自知道它们自己的地盘在哪里。如果今天你想要把猫砂盆从 A 点换一个位置放到 B 点的话，这个转换的过程最好你可以把猫砂盆先放一个新的在 B 点，就是 A 点的这个猫砂盆你还要维持哦，就是 B 点放一个新的，然后到 B 点这个猫砂盆他们使用到蛮习惯而且还蛮常去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 A 点的猫砂盆慢慢的移到靠近这个 B 点，然后再把 A 的这个猫砂盆撤掉。如果你突然间把 A 撤掉 B 新加进来，他们不一定会马上去用 B， 他们可能会去 A 点那边继续尿，然后那边如果没有猫砂盆了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形成就是一个乱尿尿的情况。所以这一个猫砂盆的地点的转换需要是非常的慢的，像是如果他们的食物我们想要换新的话，也是要这样子循序渐进，所以猫砂盆转换位置也是一样的道理。第二点就是猫砂盆的尺寸一定要根据猫咪本身的体型去做选择，最好的话是猫咪的体型大概1.5倍左右，就是它们可以进去猫砂盆之后在里面转身都是一个舒服的状态，这样这个猫砂盆就是适合它们的。因为猫砂盆是没有 one size fit all 的这一个东西的，如果你一开始是从小猫开始养起，那你选择的猫砂盆就不可以是它们以后要使用的，必须要适合它们的体型，就可能它是比较矮一点，方便它们跨进去的。到它们比较大的时候，你可以再选择根据它们不同的阶段再去换不同的尺寸，去迎合它们的体型。我们幼奴家呢，其实从它们小到现在成年是有换过3次猫砂盆的。小奶猫的时候呢，我们是用比较矮小的一个猫砂盆，到它们大概6、7个月大中小型的时候就 upgrade 了1次那个尺寸，然后到它们1岁左右，我们就换成现在的这一个比较大号的猫砂盆。至于选择猫砂盆的款式跟类型，这一个我是个人是推崇选择最简单
开放式的猫砂盆。因为如果你了解猫咪的个性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市面上所有带盖的猫砂盆都是为我们人类而设计的，不是为猫。可能很多猫奴们他们家里的一些条件的关系，可能猫咪要养在房间啊，或者是一个比较小的空间，他们需要把猫咪的那个猫砂盆的气味尽量减低，所以可能他们会选择一些带盖的猫砂盆。可是可想而知，它不容易散发出来，就代表其实那个气味是 trap 在那个猫砂盆里面的。另外也有可能有一些观念的误解，就是觉得猫咪它们上厕所像人类这样子需要 privacy， 可是其实猫咪是不需要 privacy 的，因为好像有时候我们铲屎，它们也可以进来在我们的面前近距离这样子去上大号。所以与其说 privacy 呢，其实猫咪更需要一个它们觉得安全的一个地点去上厕所。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太推荐有盖的猫砂盆，因为有盖的猫砂盆它的设计通常它的进出口就只有一个，就是前面的那个盖。如果你家里是多猫家庭的话呢，这一个这样子的设计就是只有一个进出口，可能会让猫咪在上厕所的时候感到焦虑跟紧张。就可能一只猫咪先进去上的时候呢，另外一只猫咪可能还会在比较远的地方或者在门口去堵它，就它们的天性是这样子。所以带盖的猫砂盆呢，第一点就是它无法看到它身边的环境，第二点就是它的进出口只有一个，所以如果它知道外面的猫咪有要来 stalk 它的情况，而它又没有后路可跑的话，它就会觉得很焦虑。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他们就以后不想要在这一个猫砂盆上厕所，他们就会找别的地方，他们觉得安全的地方，就可能像是你沙发上啊这种他们觉得很开放一目了然的地方这样子。其实如果你全然去维持猫砂盆的干净程度的话呢，然后选择比较好一点的猫砂，这个味道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减下来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猫砂盆的清洁。猫咪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动物，所以如果猫砂盆太肮脏，它们一般上都会选择不进那个猫砂盆上厕所。如果当时你给的猫砂盆的数量不足够，它没有别的选择，还没有别的厕所去上的话，它就有可能在猫砂盆以外的地方上厕所了。维持猫砂盆干净呢，其实是一个对于猫奴来讲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呢，就是可能你不需要这么勤劳的去确保你的猫砂盆里面没有排泄物，就是当你有小奶猫刚开始要学会用猫砂盆的时候，你要教他们怎样去辨认这个猫砂盆是他们上厕所的地方的时候呢，一开始的一些排泄物你可以把它掺在这个猫砂盆里面，让他们去用嗅觉来辨认这个地方是猫砂盆，是一个 train 他们使用跟认猫砂盆的一个不错的方法。以上我讲的这3点呢，就是猫咪对猫砂盆的一些基本的需求。猫咪为什么会乱尿尿？除了这些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像是猫砂的 texture 啊，猫砂的味道啊，跟可能你放在猫砂盆外面的那个猫砂垫的材质等等，都有可能因为猫咪它们本身的喜好而导致它没有很喜欢去那边上厕所。这一些都是你可以去慢慢的观察你的猫咪的喜好程度，再去做一些调整。我在这边顺便也要强调，就是猫咪它们有时候会有这个乱尿尿的情况，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被关注的一个问题。最好不要因为它们有出现这样子的情况而直接当面的就是骂它们惩罚它们，因为通常猫咪会有这种异样的情况，就是平时它会在那边上厕所，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它就不在里面上了，可能是它想要跟你传达的一些讯息，就是有可能它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有可能他想要跟你讲猫砂盆太肮脏了。所以这一些是我们身为主人需要去观察跟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不是直接指责猫咪是觉得它难搞之类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猫咪做出这种异常的东西的时候，很大可能是因为它们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它们泌尿科出现问题，有出现可能频尿的状态，来不及去厕所就想要上，控制不到膀胱，或者是身体上面有一些不舒服，而猫砂盆进去的那个坎又太高，它们跨不进去，这些种种的因素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猫咪有在猫砂盆以外的地方上厕所的情况，第一个先要看的就是它身体有没有问题，再来才慢慢去排除我们为它准备的猫砂盆的尺寸大小啊，跟其他的这些因素，这样子一步一步来解决它们有乱尿尿的这个问题。那我今天的 video 就到这边啦，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拜。